星期天的下午，本应该在学校的排练室看学生们跳舞的我，却被迫和闺蜜的弟弟大眼瞪大眼。闺蜜的弟弟靳言，外号无语。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在我家还和靳家是邻居的时候，靳言就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诡计多端。不是明明是比我小4岁的弟弟，却总是能想到各种方法捉弄我。他剪过我的头发，拆过我的情书，划破过我的裙子。但可恶的是，他每次都能让我原谅他，因为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可以上挑成囧字的眉毛，笑起来的时候像个放光的小太阳。当然，这都是我第一次见他的主观臆断罢了。比起照耀我，他更喜欢跟我作对。就比如现在他也在说着欠揍的话。瑶瑶姐，好久不见，你还是没长高吗？靳言笑着对我说，眉眼弯弯的，像只大狐狸。彼此，你也……我本想反击他，靳言却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身高足足高了我一头，目测应该在1.8米往上的个头。想说他矮的，我被梗了一下。我也……怎么样？靳言一边笑一边靠近我，身体微微向我倾斜。我发现我竟然得稍微仰头才能正视他的脸。你也还是那么令人无语，我面无表情地说道。靳言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笑了，是很开心的那种大笑。我被他笑得脸颊有些发热，有些不知所措。很久没有听见这个外号了，很想念。靳言笑完了，突然转过头来，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他的念咬字很轻，听起来就和你一样。我为自己这样的想法觉得有些羞耻，掩饰性的拿英语教材打了他一下。靳言也不躲，应该说我打他从来不躲，这让我稍微找回了一点熟悉感，可以把眼前这个俊朗的大男孩和小时候的漂亮弟弟联系起来了。只是他非但不躲，还上赶着往我拿英语教材的手上凑。我果然还是对他很无语。不玩了，回到正题，我今天是被你姐姐叫来辅导你英语的。等你姐姐回来，看到你闹，我就真该打你了。我用教材抵住她的额头，正色道。靳言的姐姐靳宇，我曾经的邻居，大学的闺蜜。在高中我父母离婚的那段时间，她一直都陪在我身边，帮了我许多。可以说没有她，我走不出那时的低谷。所以但凡她的请求，我都会无条件答应，更别说只是帮忙辅导弟弟这样的小事。靳言看我严肃起来，也不闹了。好的，骆老师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打开带来的书包，拿出准备的资料。对于这次的补习，从靳宇拜托我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认真准备。毕竟大学英语4级对我来说也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这次我真的很想能帮上他的忙，回报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我先是拿出了几道比较有代表性的题给靳言做，想试试他的水。其实我一直很不解，高中的时候英语很好的靳言会考不过4级这件事，就连靳宇来找我帮忙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认为他是在说笑。但现在我知道他没有了，因为我看到靳言竟然真的在很认真地做题，单手撑着下巴，眼神专注，好像还很困难的样子。接着他突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腼腆地笑了笑。我的第一反应，从小脸皮这么厚的靳言竟然也会腼腆地笑。第二反应，靳言又开始溜号了，因为我看见他冲我笑完之后就开始转笔了。我知道有很多人习惯边转笔边思考，但靳言不是，这弟弟的脑回路打小就很奇怪。他喜欢转笔的时候看着笔，然后让笔每次转出一模一样的弧度。如果能转出完美复刻的弧度，他甚至会不自觉地对着笔笑起来。转笔对靳言而言不是思考，是游戏。做完了吗？我问他。还没有，靳言回答我。我当然知道他没有，毕竟我一直在他身边守着他。我出生只是为了打断他转笔而已，而且很显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视线又回到了题目上。看别人做题实在是一件无聊的事，但身为老师的自觉使我不能拿起手机，于是我只好观察我今天的学生。靳言长得很好看，这是从小我就有的认知了。靳言妈妈是典型的江南美人，秀气温婉，眼尾有一颗小痣，这颗小痣没遗传给靳宇，却遗传给了靳言。以前靳宇总说他的那颗应该是个风流痣，长大了会变成伤女孩心的坏男人，但我还是坚持认为那就是颗美人痣，所以他才长那么好看。但随着长大抽条，靳言眼尾的小痣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明显了。看着现在的靳言线条分明的脸，已经没法再用漂亮这个词去形容他了，连带着让我记忆中的靳言的脸也开始变得模糊了。我记忆中的靳言一直都是个漂亮弟弟，因为他长得很像他妈妈。但小时候的靳言并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因为长得像个女生被同年级的小男孩嘲笑，所以小时候的靳言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但现在想来，与其说是奇怪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他勉强自己做的事情。我第一次发现他勉强自己是一次下午放学，我从他们学校门口路过，看见他又抓了蚯蚓去吓唬女生，周围很多小男孩围着他，他像个孩子王一样到处显摆自己抓的蚯蚓。他炫耀完了，蚯蚓转过头来，不小心和我的目光相对了，然后他好像突然被石化了一样定住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好笑，但是没表现出来，轻飘飘地看他一眼就走了。等下午我去靳言家找靳宇做作业的时候，发现他在卫生间里疯狂洗手。说是疯狂，
因为他在死命的搓手，我印象里好像是快把皮都搓破了。我从他背后叫了他一声，他突然僵住了。后来我好像说了一些什么，具体是什么我又记不清了。反正从那天之后，靳言开始对我这个邻居姐姐变得热情起来了，也不拿我当外人了，做了许多无语的事情，针对我，也成功的收获了无语的外号。但是我想，现在的靳言已经不需要再靠抓蚯蚓来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了。他长成了俊朗的大男孩，长手长脚，有坚实的臂膀和微微鼓起的肌肉。小时候漂亮的脸长开之后，线条锐利了起来，倒是变得很符合现在小女孩的审美。比起小时候因为长得太漂亮被男生孤立，现在说不定会因为长得太帅被孤立也说不定。瑶瑶姐，骆老师，你在笑什么？靳言的声音突然把我从神游中唤回来。我有笑吗？我看见靳言正拿他的帅脸对着我，脑子里都是刚才他问我的话，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嘴角正微微提起。属于成熟的大人的自控力让我立马把脸垮了下去。我笑你这么简单的题目做这么久，认真做题。我欲盖弥彰地敲了一下他的头，迫使他把注意力放回题目上。靳言扭过头去，静默了一下。怎么了？做呀，我催促道。我做完了。靳言又回头看我。好吧。我开始检查靳言的正确率。闲下来的靳言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虽然都是些奇怪的选择题，但是很有靳言的风格。白萝卜还是胡萝卜？胡萝卜。公园还是海边？公园。有男朋友了吗？这卷子是你做的吗？我突然回过头来望着他，靳言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还能让别人做吗？不能，但这一刻我希望是别人做的。我无语地看着他。长篇阅读10道题，做错了10道。你辍学过吗？我认真地问他。为什么这样问？靳言好奇地看着我。因为这个卷面不像一个不间断地受到应试教育的学生写的。我一本正经地说。靳言突然笑趴在了桌子上，身体有节奏地颤动。我看着他毛茸茸的脑袋，确定了这个弟弟以后不会秃头。我戳了戳他的手臂，叫他。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应试教育没有间断过，但骆老师的教育间断了。明明只是一句玩笑话，他的眼里却似乎有认真的成分。我有些慌乱，用手遮住他惑人的眼睛，偏偏还能感觉得到他的睫毛刷在我的手掌的触感。靳言偏不知道收敛，大手包住我的手，从他眼睛上移下来，放在唇边了，亲了一下我的手腕。他就那么笑着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他手掌的温度有些烫人，我有些不敢与他对视，偏偏我的手离他带笑的脸太近了，近得连我也失了分寸，没忍住给他的脸上来了一巴掌。打完之后，我们果然都回归了正常，暧昧的气氛一扫而光。可惜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我的心脏还在因为刚才的手上的触感和靳言的眼神而咚咚咚的狂跳。这就是戏弄大人的下场。我不敢看靳言的脸，只能背对着他说靳言闷闷地回我一声。靳言没有反驳我，反而令我更心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复盘了他做的惨不忍睹的题目。期间，靳言前所未有的配合，我也努力地保持冷静。我得做出一个成熟大人该有的样子。我讲题，他听着，气氛前所未有的和谐。我很满意。我有一个问题，骆老师。靳言突然发问。你说，我随时欢迎积极提问的好学生。骆老师有男朋友了吗？靳言真诚发问。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放松了。孩子果然记吃不记打。这不重要，我回答，想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题目上。可是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的脑子里就留不出余地去思考题目了。靳言一脸抱歉地看着我。所以我讲了这么久的题，你的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差不多吧。我一口气哽在了脖子里，差点憋死自己。我突然意识到了，答应靳宇来辅导靳言这件事，可能并不是小事。靳言他现在在我看来，已经不仅是一个英语很差的学生了，也是一个脑子问题很大的学生。因为靳言已经大4了，想要毕业，4级考试刻不容缓。我为他制定了一个严格作战方案，约好了下周来继续帮他补习。于是分开后的第一次见面，就在我和靳言的见招拆招中过去了。而他问我的那个问题，我也作为靳言听话的奖励告诉了他。我本来以为事情那样就会结束了，结果悲催的是，我当天晚上失眠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靳言，一会儿是小时候的靳言，一会儿是长大后的靳言。我唾弃自己，一定是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太久没见过30岁以下的男人了，所以乍一受到靳言的诱惑，就止不住的多想。我开始想，是不是真的如靳言所说，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他，没有搬家，他的英语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糟糕？但接着我又觉得这样的逻辑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舞蹈生，英语成绩只算中偏上，也没有想过会成为英语老师。而靳言也不是考不过4级的英语白痴，而是我们胡同里小有名气的小天才。那时个子还不够高的他，喜欢站在小马扎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然后用手捏我的脸，也从不叫我姐姐，而是叫我瑶瑶。我们胡同里的小朋友玩++9的时候，我只要当妈妈，他就硬要当爸爸，还剪下了我的头发，说是什么结发为妻。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结发为妻，我只知道我被剪头发了，气了1个星期，没有主动跟他说话。当然他主动跟我说话就不算。在我中学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情书，不敢在学校拆开看，偷偷带回家，却被来我家串门的禁言抓住了。他抢走了我的情书，我追他的时候，裙子被树杈划破了，而禁言却还是看完了才还给我。明明当时还是个小屁孩的禁言，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早恋这种话，气得我鼻子都快歪了。即使他在后面主动帮我缝了裙子，也只是让被划破的口子变得更大更丑，我就更不想理他了。然而就是这样恶劣的禁言也是有很好的时候的。在小时候，每当我爸妈吵架，我溜出家门的时候，都会被他叫住。他会带我去附近的小公园，小公园里有一个小喷泉，他会捧起喷泉里的水洒在我身上，他一洒水，我的郁气就一扫而空，然后跟他在喷泉里打起水仗来。当然，要是换做现在的我，一定会很嫌弃喷泉里不知道从哪儿喷出来的水，所以这是只能属于童年的快乐。但是小时候我最期待的还是夏天，他会在夏天的傍晚带我捉萤火虫，一边叫我的名字一边捉，所以我老分不清他是在叫我还是在叫萤火虫。每次捉到的萤火虫，他都会捂在手心里，跑到我跟前，再打开手让我看。一个个发光的萤火虫从他手里飞出来，闪着橙黄的光，看起来暖洋洋的。那时的我想，要是希望有颜色的话，应该也是如此。在那样的夏天里，我从禁言手中见过了太多这样的光芒，便以为未来也会如此。以前禁言的成绩很好，小学的时候就连跳2级，而我的数学很差，一度想要留级，所以小天才禁言总是一边鄙视我的智商，一边为我讲数学题。很难想象有一天会由我来鄙视他。也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禁言的成绩太好，让现在变成我来为他辅导英语这件事有一点不真实感。整个晚上我都在想禁言，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夜。直到第2天我才知道我悲剧了，通宵的后果就是让我的头超级加倍。当然了，不是智商加倍，而是重量加倍。但是上班是不可能不上班的，于是我就这样脖子上像是顶着铅球一样的去到了学校。禁言，你这个单词拼错了。骆老师，我叫吴宇翔。我真正的学生眨巴着大眼睛对我说，抱歉，老师刚才叫错了，记得把这些题目好好订正一下，回座位去吧。无语，我对我面前的大眼学生说。禁言小时候的眼睛应该也有这么大。当我在这么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完了。看来通宵不仅摧毁了我的身体，还摧毁了我的智商。但请假是不可能请假的，所以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连灌了自己2杯咖啡，是要把今天撑过去。当下午我轻飘飘地走在回家路上时，已经近黄昏了。我地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已经泪流满面，总算成功地活过去了一天。当然，如果我的脚步能不要那么虚浮就好了。我第无数次地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再高一点，这样就不必租一个交通这么不方便的房子，要是能搬到地铁口附近的房子去就好了。就在我头重脚轻地走过一个无人的巷子口时，突然被一股大力拉住，抵在墙上。猛地一下，我的神经立刻被吓得紧绷了起来。站住！杰瑟，一个低沉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我害怕地挣扎起来，手脚并用地使出全力打身前的男人，直到在听到男人的声音，别打了，瑶姐，我错了，是熟悉的声音。附近的自行车经过，车灯照亮了巷子里的男人，是禁言。瑶瑶，你刚才走路的姿势太奇怪了，就像这样，我没忍住才来吓吓你。禁言一边笑着说，一边模仿我刚才的动作。然而等他回头看我的时候，却吓了一跳，因为我是真的已经泪流满面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禁言蹲在我的面前，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哄我。瑶瑶，我错了，你打死我吧，我绝对不会叫得太惨。不想理他，或者这次换你来解我的色吧。禁言摆出一脸英勇就义的表情。你想得美，我忍不住回他一句。他见我愿意理他了，也笑了起来。你不上课在这儿干嘛？我问他。我下课了。他无语地看着我。对哦，我都下班了。禁言又笑着哄了我一会儿，只把我哄得没脾气了。然后他突然顿了一下，严肃地说，瑶瑶，下次别一个人这样走，不太好。哪里不好？我反问他。我知道这样的走路姿势难看，但不觉得可以用不好来形容。他沉默了一下，然后有些为难地说，这样走路会让别人以为你喝醉了。我听了觉得有些委屈，告诉他我是因为昨天晚上通宵了，却没敢跟他说是因为他的原因。禁言知道了缘由，也不闹我了。我们俩一起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下，吹了一会儿风，让我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下。我休息了好了，站起来准备回家，禁言却比我更快地在我脚边蹲下了。干嘛？背你。禁言的手伸到后面，轻轻捶了一下我的腿弯，我就控制不住地扑在了他的背上。我可以走的。我挣扎着想要起身，怕你走着走着睡着了。我想反驳他，但身体的疲惫确实让我不想再走了，于是安静的没说话了。我其实很少被人背，在记忆里，就算是我爸背我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让我有些不适应的微微撑起身体，不敢贴着他的背。突然禁言背着我轻轻晃了起来。干嘛？我不解。让你放松。你僵硬的让我觉得我像是背着5行山的孙悟空。我有些无语，我很重吗？
不是，是为了让你放松，禁言认真地说。但奇怪的是，我竟然真的在这样的晃悠下放松了身体和紧绷的神经。禁言的后背让我觉得很安全。我以前总害怕太过安全会让我失去警惕性，但是在他背上的这一刻，我却突然觉得偶尔失去一下警惕性也没什么不好的。神经放松了，思想就变得活络起来。我开始想，禁言是不是也这样背过其他女人？是不是也会像这样把手勾在她们腿弯，会轻轻地晃悠来哄她们？你这样背过很多人吗？问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这听起来太像吃醋了。禁言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起来，他胸膛的震动从背上传达给了我，让我有些害羞。没有，我只这样哄过我堂妹。我听到了满意的答案，悄悄勾起了嘴角。也许是禁言的背上太舒适，也许是当晚的风太温柔，我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意识。然而当我再次醒来，不是在我舒服的大床上，而是在诊所里。我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禁言的脸，他喘着粗气，眼角有一些红，唇抿着，看着有些凶，却莫名让我觉得很安心。然后我才知道，我因为通宵之后劳累了一天，又吹了晚风，发烧了。禁言在背着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没听到回复，摸我的额头，发现我烧得滚烫，连忙背着我跑到了附近的诊所。他唇抿得紧紧的，看起来很自责，但这又不是他的错。应该还是有一点他的错的，我失眠通宵的元凶。吊完水之后，他重新背上我往我家赶。一路上他都很沉默，除了偶尔出声询问一下我的情况。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把脸贴在他的背上，这样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声。如果那时候我们没有分开，现在会怎样呢？我突然问他。我不知道，但以后是不会分开了。禁言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这个回答让我有些心动，我怕他看见我有些控制不住的笑意，把脸藏进了他的后背。禁言把我背到我家楼下，我就让他放我下来了。自己一个人上去没问题吗？没问题的，就送到这里就好，谢啦。我拍拍他的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回去之后把药吃了，好好睡一觉。禁言一边说，一边把刚才在小诊所开的药递给我。没听到我的回应，他又问怎么了？我还有一批卷子没有改，明天就得发了，可能今晚还得熬会儿夜。我无所谓的笑笑，卷子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改，我已经习惯了。禁言蹙了一下眉，你上去把卷子拿下来，我今晚帮你改好，明天一早送你学校去。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可你明天还要上课，明天没有早课没事的。禁言边说边把我推上了楼。我把试卷一边交给禁言一边交代，你可得对着答案好好改呀，千万别盲改，就你那英语成绩可不能残害了祖国的花朵。禁言气得把手伸到我脑袋上乱揉，小爷好心帮你改试卷，你还这么不信任爷？信爷的，信爷的。我配合地笑着打哈哈。禁言和我闹了一通，转身准备走，我打算目送着他离开，却见他突然转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洛瑶瑶，以后不要再勉强自己了。路灯昏黄的灯光映在他身上，让他看起来温柔又坚定。那些光好像都变成了是他身上发出的，就和那无数个夏夜他为我捉的萤火虫一样。我的眼眶有些热，没敢发出声音，怕一开口就会哽咽，只向征信的摆摆手，催促他回去。禁言走了，我拎着药袋子上楼，突然想到明天他来给我送试卷，也就说明我明天还能见到他。我不禁有点高兴，我想见他不止明天。直到临睡前我才突然想起，在童年小禁言捉蚯蚓洗手那天，我好像也说了类似于不要勉强这样的话。我为能找回这样宝贵的记忆感到庆幸，安稳地睡了一觉。说起来好笑，见他的第一天我因为他失眠了，见他的第二天我却因为他睡得很好。好像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后，我的情绪总是容易被禁言牵着走。第二天我特意早起了半个小时，打扮了一下自己，穿上了我最喜欢的一条蓝色裙子。我告诉自己，我打扮是因为今天要去看我的学生们彩排舞蹈，不是因为有可能会见到来为我送试卷的禁言。不是。然而等我到达办公室的时候，改好的试卷已经整齐地放在我的桌子上了。芳姐，你有看见送这个来的男孩子吗？我有些着急地问我们的英语组组长，他随时都是来的最早的。那个小帅哥呀，他一早就来校门口拿着试卷等着了，只是校门口的门卫大爷不让他进，我当时路过就顺便帮他带进来了。那是你的弟弟吗？骆老师，你弟弟可真听话。芳姐回答我。然而我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他说的弟弟2个字。其实也没错，不论禁言再怎么聪明，再怎么跳级，我们之间4岁的年龄差也不会改变。他还是一个大学里的学生，我却是已经在职场上工作了2年的社会人员了。2个人身上的差异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我心里突然觉得有些闷闷的，毕竟就连再次相遇，我们也是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剩下来的几天，出于某种心理，我没有再主动去联系禁言，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补课日的到来。等到补课的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我没有穿那条希望被禁言看到的蓝色裙子，而是换了一身成熟一点的套装。不同于上次禁语带我来，这次我是自己来的。你的家人们呢？我一边换鞋一边问禁言。今天都不在。禁言一边把为我准备的拖鞋放下，一边把我的室外鞋拿起来放在鞋架上。我没有来的有些紧张，
但又立马按耐住了。今天我是做好了老师的觉悟才来的，于是我自觉向书房走过去。你坐那么远干嘛？靳言问我。远吗？我下意识地捏紧了裤子反问。靳言没说话，只是伸开了腿。他伸开腿刚好能够到我坐的转椅，他的腿一勾，我就连人带椅地向他滑过去。我吓得惊呼一声，他立马把手撑住转椅两旁的扶手，把我稳定住了。但不妙的是，这个姿势让我受困于椅子和他的臂膀之间，看起来就像是坐在他怀里一样。抓到了，靳言笑着对我说。这一刻让我觉得我像是被他拢在掌心里的萤火虫，我心跳不已，看着面前放大的俊脸，手不听使唤的又往他脸上招呼了一巴掌。靳言从不躲我的打，所以这次也是挨了一个结实。打学生是不对的，骆老师。靳言被我打了，却还是笑着对我说，而我却被这声骆老师叫醒了。对不起，以后不会了。我冷静下来回答他。靳言明显愣了一下，又低声说，但是打我可以。我没理他，自顾自地拿出制作好的资料，准备开始给他上课。靳言看出了我的认真，也沉默了下来，开始配合我补课。我一直知道我与靳言之间是有一条鸿沟的，不管是年龄阅历还是家世背景，我却总是下意识地忽略掉这种差距，所以事情才会向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但我已经成为了大人，没有了任性的权利，所以我在我俩的鸿沟旁修了篱笆，以防自己跌落。这天的靳言和我都非常安静，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好像又自动归位到了老师和学生、姐姐和弟弟的立场上。直到我们补完课，太阳已经下山了，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外面开始下起了雨来。等雨停了再走吧。靳言看了看窗户外面的雨，对我说，不用了，雨不大，我打伞就能走的。我礼貌地笑笑，拒绝了他。然而老天像是跟我作对一样，当靳言送我到门口的时候，轰隆隆的一声雷响，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还走吗？靳言倚在门框上凉凉地说。走。我咬咬牙说完就要往雨里冲去。靳言没想到我真的说走就走，赶忙上前拦住我。然而他还是慢了一拍，我们两个人都双双站在了雨里。当然最后我还是被靳言请回了屋子里喝了。靳言把一碗姜汤放在了我面前，我端起来碗来，小口小口的抿，有些辣，但却冲散了身体的寒意。这身衣服我姐暂时不穿，你下个礼拜再还也行，你坐着，我去下2碗面。靳言一边用毛巾擦着还有些湿的头发，一边对我说。我头上盖着一块毛巾，穿着靳宇的衣服，对于给靳言添了麻烦又被他这么照顾，我有些不好意思，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靳言没说话，只是在经过我去烧水的时候，隔着毛巾揉了揉我的头。我无聊地打量着靳言家的客厅，和记忆中的差别其实不大，他家的客厅就和他父母的性格一样，靳言爸爸喜欢的冷色调和靳言妈妈喜欢的暖色调中合在一起。因为当时是请了有名的设计师来设计的，所以显得并不凌乱。满满一面墙上都挂着他们一家人的照片，他们一家人都喜欢旅行，所以这些在不同地方拍的照片看上去都很有故事的感觉，甚至有一些照片里还能找到作为邻居时的我的身影。突然我发现了一张我没见过的关于我的照片，是我和靳宇一起演出的照片，我们在演出的后台穿着漂亮的演出服，靳宇搂着我和靳言，靳言被强迫点了一颗美人痣在额头，表情看着很不爽。我的脸上洋溢的青春的笑容，是我现在再也笑不出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我和靳宇都是学校里舞蹈队的成员，我们当时正在跳的是要送去省里参赛的舞蹈业，那支舞蹈的动作很难，所以我们舞蹈队经常在学校里留下来训练到很晚。靳言总是会来接他姐姐回家，顺便我也会和他们一起走回家。我和靳宇总在回家的路上想象到时候舞台上的样子。靳言总爱拆我的台子，说我再吃胖一点，我的搭档就托举不起我了，我每次都会不服输地对回去。演出的当天，靳言也来了，靳宇帮他找了一个很靠前的座位，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那个座位正对着舞台上我的位置。我有心想要让靳言看看我跳得有多好，整场演出都十分投入，但是可惜的是，那支舞到底还是完成的。我的搭档在托举我的时候手滑了一下，我摔了下去。最后那场演出没能够听到观众的掌声，只能听到我摔下去后大家都在叫我的名字。可能这件事变成了我的执念。虽然从那之后我没有再跳过舞，但当我工作了之后，副校长知道我曾经跳过舞，让我来帮助学生们排练跳舞时，我还是选择了夜。当然这次只是夜的简易版，没有托举的动作，也不需要我上台。对了，瑶瑶姐，你是因为什么选择当英语老师的呢？靳言端着2碗面过来，见我盯着当时的照片，或许是怕我想起不好的事情，出声问我。我是因为我接过他递过来的面条，想回答他，却突然哽住了。对呀，我是因为什么呢？我的家庭和靳言家和谐的气氛不一样，我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2个人都是火爆的脾气。虽然最初也都是因为爱选择在一起，却还是熬不过时间的考验。在无数次的吵架中，2个人谁也不愿意向对方低头，终于在熬过了小半辈子之后，2个人都到了极限。但是就算是他们2个人，也不是没有和睦的时候。
那就是在看到我拿了优秀的成绩单的时候，两人会暂时的休战，来为我庆祝成绩。所以在我高中他们二人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也恰好是演出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跳舞。当时害怕父母离婚的我，为了缓和他们的关系，选择暂时放弃舞蹈，转而拼命的学习。而英语一向是我最好拿分的科目，刚开始或许还有一点用，但小半辈子的积怨是无法轻易消除的。但我确实是从那之后再也没跳过舞了。一直到他们最后离婚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从未为对方低过头，真正学会低头的只有我而已。离了婚，卖了旧房子，我跟着妈妈生活，我的生活突然崩塌的不成样子。只有跟我关系最好的晋宇知道内情，在我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可能是因为这段经历的缘故，我在大学毕业后早早地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想要保证自己的安稳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故事，我要怎么说给你听呢？晋言，我是因为要教你英语呀，所以才选择当英语老师的。我只能用这样的玩笑搪塞过去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红红的眼圈暴露了心事，晋言没有再多问什么。我怕眼泪掉下来，赶紧埋头吃面，就差把脸埋进碗里了。虽然眼泪稍微有一点咸，但还好这次晋言做的面很好吃。雨停了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我拗不过晋言，答应让他送我回家。我们走在通往我家的路上，心照不宣的，谁也没有说话。可能是刚下过雨的原因，空气中有一些水汽，天上也罕见的可以看到许多星星。当有车经过的时候，晋言就会自动站在我的身边，那些飞溅的泥点子就会溅到他腿上。我推一推他，想让他不用替我挡。保护我姐姐的衣服被晋言用这样的理由回答了，我便也不好再说什么。我们吹着夜晚的风，头顶是漫天星空，晋言会时不时地拉我一把避开路上的积水。我第一次希望回家的路能再长一点。我本以为我们会就这样沉默地走回我家，晋言却突然说话了。下周五我的生日，你能来吗？瑶瑶姐。晋言停在我面前看着我说，多少岁？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明知故问。20岁，20岁，好小。到时候以前一起玩的邻居也会来，我姐也在，正好可以叙叙旧。晋言见我犹豫，又说了一句，我周五可能有工作。那就工作结束之后来。晋言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四目相对，我能看见他的眼睛里我的身影。我已经很久没有被这样认真的注视了。我的20岁生日，我希望你能来。瑶瑶。晋言稍微蹲下了一点，和我平视。这一句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了。好，我没有办法再违背我的心，答应了他。